有什么事儿说。温迪给我看了你做的软件，我觉得是在魔晶上的一次质的提升。我现在需要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足够好的升级版，快速的扩大用户量，以防苹果商店下架。所以我要你来帮助我，我想在你的软件基础上完成这件事。不然呢？如果我要是不帮你的话，你的麻烦会很大吗？我跟洛菲斯签的是风投合同，一半股权，一半债务。如果我要是在苹果商店下架了，我就得搬过来跟你一起住地下室了。那可能麻烦就大了。我的行宫现在已经有何小芒入住了，可能没地儿再跟你加床了。我先去会大哥，等我陪大哥聊完了，回头咱俩聊细节。温迪对你不错，东西我前脚给他，后脚就到了你那儿。女人呢，这不才促成了咱们俩的合作吗？行，来，说句谢谢，我就走。你山寨我，我还要谢谢你，你这么有本事啊！要不是看在咱俩合作的份上，现在我就抽你了我。那你给我买单。滚蛋！李总，您接过了吗？可以给我答复了吗？我选择去魔晶。魔晶给你什么条件？我翻一倍。如果我是要打工，吉林很理想，简直完美，但我是个创业者。虽然郭新年跟我是竞争关系，但我们毕竟是同类人，而您，运营商，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创业者要做的是挑战你们，然后埋葬你们，继而分享这个世界。我不需要魔晶赢，更不想看见他死。要是魔晶死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就太没劲了。行吗？走了。卢总，跟李先生再见。哥，李先生再见。再见。咱们还有几天3个工作日。多久？严格的说，加上接下去的周六和周日，你还有5天。你可没跟我说过，只剩5天了。还剩5年，我找你干嘛呀？罗伟，欢迎你能来。既然来了，我们就先谈谈你的薪酬和待遇吧。我是来帮忙的，高总，薪酬待遇你们看吧。哎，外面的员工可以帮你做基础框架，至少可以帮你写代码。徐总，麻烦您跟外面那些人说，让他们走，
现在就走，马上走，5天之后再回来，或者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这里面谁是麒麟的卧底，谁是运营商的卧底。你太夸张了，这些人是我亲自招的。所以你是在跟我保证，他们都值得信赖吗？什么？按罗维说的办。小王，干活。大家听我说，放下你们手中的工作，带上你们的私人物品，到我面前来集合，快！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逛街、吃饭、看电影都行。放心，不是辞退，是放假5天。带薪休假。咱们这一次升级的重点在于把微博的自媒体功能拿过来写进咱们里面。我来写页面代码，卢卡，我需要你来写文字代码以及图片传输代码，然后老郭负责检查，负责检测。小王，帮我黑进苹果商店，他们喜欢在内部讨论问题，我要提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明白吗？没问题。等一下，你要黑进苹果商店？你疯了吧？万一他们追究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放心吧，这事我在行，我一个人干的，不会连累你们。这不是连累不连累的问题。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工作，你就跟我们有关系。你这是网络犯罪。卢卡，小王在跟你开玩笑呢。我看他这个样子不像是开玩笑的。等咱们正式开始工作之后，我希望就不要浪费时间在互相争论上了吧。既然请我来，就听我的，好不好？高总，时间有限，闲散人等就请离开吧。同意。说咱们呢？温迪，哇，一到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他们不会真的做黑客吧？他不敢。罗威不是说了吗？他开玩笑呢。纳兰，你跟苹果商店很熟，你告诉我，如果罗维成功了，他们能保证魔晶不下架吗？不知道。罗维能不能带来2倍的下载量，我真的不知道。我再啰嗦一句啊，我想要在里边链接一个音乐软件，一个视频软件，来增强咱们的兼容性，你觉得呢？兼容性，那后面就再加入天气预报，订机票、订火车票。没错。那为什么不改名字叫狐游呢？老大，我觉得魔晶的初衷就是简单纯粹，如果按他说的弄成大杂烩，就已经违背了我们的初衷，这活我干不了。卢卡，你还记得中关村从前有一条特别著名的广告吗？你每眨一次眼睛，全世界就同时卖出了4部诺基亚的手机，还有比诺基亚更简单纯粹的公司吗？
然后如日中天的诺基亚倒了，然后诺基亚老总对着全世界的媒体很委屈地说：“我们什么都没干。”是的，他死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应该接受忽悠失败的教训。这已经是我们开始之后的第2次争论了。卢卡，从现在开始，技术问题都听罗维的。要听你听，我不听。简单纯粹就是我们的理念，你不能有病乱投医。我可没想着过来砸你的场子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跟他好好配合，靠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以为靠他一个人就够了呢。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现在不是咱们俩在电影院孤军奋战的时候了。咱们需要很多人，需要社会资源，需要变化，需要互联网的认同，靠咱们俩是完成不了的。但是魔晶就是咱们俩做出来的，做出来那天，咱俩死了，他活了。你想想啊，咱们俩现在除了补程序漏洞、修改界面，我们还能为魔晶做什么呢？魔晶从他面试的那一天起，他是有意志的，他要活下去。活下去需要营养，营养是什么？营养不就是来源于很多人的智慧吗？比方咱俩有个孩子，咱俩不可能有孩子。我就是打个比方。咱们得把他送进学校吧，他得经历小学、高中、大学，在这期间会有无数的人影响他的人格，影响他的发展。咱们能控制得了吗？说实话，我们能把他看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的软件是有生命的，有时候咱们得学会放手。那你舍得放手吗？你倒挺会做思想工作。那时候我总觉得，等咱们有了钱，咱们的软件到苹果商店上架，简直就是美梦。现在看来，美梦也能变成噩梦。美梦成真和永远成不了真，都是创业者的悲剧。听不懂？你看，这个界面像不像一个万花筒？我哥设计的。这每转动一次，纸片透过光芒形成不同的图案。把一个产品做得这么有感情，就像童年的回忆，美好的幻想。怎么样？还有点意思。这罗维到底不一样啊！我觉得，就冲这个界面，我们的下载量就能增加不少。接着看，还有这个。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的这些改动其实都是皮毛。就你给我这段时间真的不够，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就算时间真的到了，他们也不敢让咱们下架。为什么？
你甭管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个 Jason 的屁股不干净，金城给他在香港总公司留了一个很好的职位。我知道了。罗威，你还是黑他吗？你正直，你谨守你的技术，可是人家跟你耍流氓，面对流氓，你得有办法。我告诉你，就算这回魔晶输了，我也不会这么干。活儿得干，命得要。来，先把饭吃了再说啊。还有啊，各位，我在隔壁希尔顿给大家开了几间房，谁要是困急眼了就去睡。咱现在有钱了，得学会爱惜自己。谢谢徐总。吃饭。魔晶只要下架，他就再也翻不了身了。研发中心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人了。罗维这孙子，打完电话就没消息了。给我派人找到他。喂，过新年，我睡不着。我也是。我想见你。那你过来吧。坐吧。你现在别跟我讨论专业性的问题啊，我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魔晶真的垮了，会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不是最有信心的吗？你主张把罗维请回来，吸收别人的智慧，这样很好啊。你是天生的领导者。那些蛊惑人心的话，都是哄别人用的。我自己太清楚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真的觉得这次魔晶很有可能就垮掉了。但其实有时候我还挺希望它垮掉。累了。你说什么呢？累糊涂了吧？说梦话呢？我现在还挺清醒，过一会儿就不知道了。其实跟我希不希望没关系，魔晶有他自己的命运。就算这次如果真的垮了，我一点也不后悔。以前我都失败过很多次了，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我自己能成功，我能赚很多钱，我能很有名，我能像所有成功的创业者一样。但是魔晶不一样，我跟所有人都没有说过，我在为魔晶拼命的时候，
其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你。我这个人也不会哄女孩，也没钱也没势，但我就是想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努力，我能够成功。因为我成功了以后，我就能体体面面的来见你，我就能跟你说，我希望每天都能听见你的声音入睡。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踏实。去一个没你的地方，但是我把事情给搞砸了。你令我的倔强长出翅膀。以前我还能去西藏躲一躲，如果这回魔晶真的垮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再去哪里躲。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因为我连你都失去了。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有你在身边闪亮，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早点休息。去一个没你的地方。其实我过来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再不害怕飞向流浪，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却眼含泪光，偷偷对郭新年，你是不是死了？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郭新年，你是不是死了？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就是这个声音。却眼含泪光，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有你在我身边闪亮，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高迪，快起来，吃点早饭吧啊！辛苦了，来。三明治，分店里啊。走。早，老大。价格我已经写好了，你快过来看看。看。早饭给。卢卡还睡？对。待会儿再叫。让他睡吧。罗伟，这怎么回事？音乐传输、视频传输，我们能做到吗？为什么要写上去？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这个不是咱们的发展方向嘛？先把它写上去，等下次升级的时候把它做到，不就完了吗？先写着，对咱们的用户也算是个期待吧。既然做不到，就不能写上去。这不是期待，这是欺骗。哼，这是什么？这是欺骗。
罗维一宿没睡，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弄出个东西来，你不能三言两语就给人家否了呀。这跟辛苦多长时间没关系。做不到说假话，我当然得否。郭新年，你应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不要插嘴。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小心眼了。技术你不懂，不说话好吗？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软件也加了很多他们无法实现的功能，然后通过商业的宣传炒作，让别人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但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做不到，我宁愿不要。对，宁愿赌上魔晶死亡的命运也在所不惜。对。人家说点太夸张了，这跟欺骗这两回事儿。罗维能不能做出来视频传输、音乐传输？虽然我不懂技术啊，但是我知道，只要服务器够大，它就能实现。这就跟人电视剧拍续集似的，可能还没拍呢，这不重要啊，我们会做到的。怎么到你这儿就成欺骗了呢？这是原则问题。音乐传输、视频传输的压缩程序写出来了吗？用什么格式？压缩到多大？怎么呈现？怎么算？哦，租个服务器就解决了，那要我们这种写程序的人干什么？我再次重申哈，虽然我不懂技术，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把这2个条目写上去对下载量有帮助。哎，怎么一到你这儿，你一来就这一顿炮轰呢？刚才你说到原则问题，现在最大的原则就是魔晶不能死。你别忘了，罗维是你提议邀请来的。和上一次你们要把股份卖给李奔腾一样，现在又要集体跟我对着干是吗？不是，老大，我觉得你有点情绪化了。闭嘴！老郭，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讨论的不是技术问题了，是理念问题。我是个外人，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就不发表意见了。正好今天你们股东都在，你们就一起商量个结果吧。我就在楼下，商量出结果了，通知我一声。哎，罗威，你别走，你坐下，我说2句话。罗威来没有提出任何股份薪酬的要求，就把他的设想架构做出来了，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人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这样不公平。罗威，我谢谢你。现在我代表我个人表个态，我非常希望你能长期的留在魔晶。只要魔晶活下来，我会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你在股份、薪酬上的要求。谢谢。我就在楼下，行吧？哥，他什么意思呀？他请你来的，现在就这态度呀？李奔腾那么大个人物，见了你也是客客气气的。还有京城，多牛呀！他求你的时候不也是低声下气的吗？人家现在是老板，咱们毕竟是在给人家打工的。3家经营，他最穷，他算老几呀？他，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你来这干。
请问你是罗维吗？我是。我们是怎么了？自从拿到投资，就没有一天意见统一过。卢卡，你不是最反对这个架构吗？今天你怎么就能接受了呢？你昨天不是说服我来着吗？然后你说所有技术上的问题都听罗维的，让我好好配合他。然后我就积极配合他了，结果你这样。我倒是觉得，音乐传输跟视频传输这2个选项应该留下来。你反应过度了。在技术问题上，我有1票否决权。卢卡是技术总监，公司名片上是这么印的，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我代表洛菲斯发表一点意见吧。请罗维来，是想用他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来丰富魔晶，而不是把魔晶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再说了，就算按罗维说的做了，下载量就能翻1倍吗？谁能够保证？我同意郭新年的看法，做不到的一定不能写。简单纯粹，最重要的是诚实，这才是魔晶的灵魂。不讨论了，删。姓罗的，你脑子进了几吨水啊？站在魔晶那边，你觉得他还能蹦跶几天呀？啊？这么大的一个研发中心，你还不够用吗？让你来当头，你就这么不识抬举？是你不守信用，还是我不守信用啊？你不是说帮我弄死魔晶吗？我是答应帮你弄死魔晶，可没答应帮你弄死做魔晶的人。是你告诉我把电脑毁了就可以的。把电脑毁了就能把软件也毁掉吗？就你这个智商啊！电话没带，人又找不着，这算怎么回事？都怪郭新年，刚才说话太难听了。不至于吧？这就走了？这也太脆弱了，谁也没得罪他呀。还要怎么得罪啊？谁是他请来？现在又对人家这样，就怕罗维这样不谈条件。其实人家心气儿高着呢。我服了，我怂了。借我电话用用，把电话借我用用，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报平安。电话。喂，是我。你到底什么情况？有意见直说啊！跑哪儿去了？金城，金大少爷想我了，所以他把我们请到他的地盘上来，想跟我们聊聊。什么？
你到京城那儿去了？我跟金总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开诚布公的商谈。本次会议将会结束在下午2点。这是 espresso 吗？罗威还没回来吗？刚来了电话，说去京城那儿了。他去京城那儿干什么呀？电话里听他的口气怪怪的。怎么样，我这儿不错吧？我说过，之前的是非我们不提了。你来我这儿把事情做好，我不会亏待你。我听说李奔腾也找你了，他给你多少啊？魔晶给我多少，他翻1倍。那魔晶给你多少啊？魔晶正在商量给我多少呢，我们就被您给请来了。哎，你为什么帮着他们呀？你真觉得魔晶还有救吗？您和李老板都觉得魔晶没救了，然后想重新做一个像魔晶一样的软件来代替它。那这世上除了郭新年之外，还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软件来呢？我为什么不让我陪着他们走完这最后一程呢？这样我就可以更加的、更彻底的了解魔晶，我就可以更好的为您2位服务了呀。坏人，我喜欢。这儿归你了。李奔腾答应给你多少，我给你翻2倍。救你的人来了，那总。京晨，你想干什么？我跟罗威聊天呢。你又打人了？没有啊，玩呢。玩？他是不是打你了？我们闹着玩呢。那跟我走。闭嘴！哥，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李奔腾回来找我，金城也回来找我，你知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节点上，咱们只要走错1步，就可以回地下室等着欧梅去了。你相信我吗？再往后，你要么无条件相信我，要么你现在就走吧。
要不要去医院？问你呢，要不要去医院？不用，我不用去医院，我好了。走吧。你还是把音乐传输、视频传输给我删了。你要是这样的话，升完了级，魔晶也还是只有语音传输，你升什么呢？我们把微博的功能加到魔晶里，服务器已经远远不够了。再把音乐传输、视频传输加进去，我们得租一个多大的服务器啊？人家微博本来就可以上传图片、上传音乐、上传小视频，你现在把这个删掉了，你升级升什么呢？你升什么了？你说，卡总，你的意见？我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我就是被忽悠来忽悠去的。以后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别俩人？啊？一会儿让我补安卓的漏洞，一会儿让我写图传的程序，我写完了，结果不用。昨天又让我写音乐传输的程序，写完了还不用，这是用人呢还是耍猴呢？你从哪儿学的这么阴阳怪气的？你让我用罗维的软件做底子，我信了啊！我努力做，如果是技术问题，我努力克服；如果是算法问题，我做的不好，你剁我脑袋。但是我能保证给你做完，你能给我保证流量吗？我这不在想办法吗？按你们说这流量，我们至少需要3000万去租赁服务器。3000万不够吧？我这还只是拿现在的用户量做了个流量预估，实际上得更多。现在公司账面上也就1000多万，洛菲斯第2笔投资款还没有到支付日期，我现在上哪儿给你们找那么多钱去啊？喂，我们把转股合同和新城合同都打出来了，经过讨论，现在我们同意给你5%的股份，这里面有27%权，还有薪酬，你看一下，这是所有股东一致决定的。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谈。先把保密协议签了。签保密协议没问题，但是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我不能签。我不是嫌少啊，是还没到签这份合同的时候。你知道金大少爷把我请过去干什么吗？人家捣鼓出来一个研发中心，希望我过去为他主持。人家说了，条件随我开。可我没答应他，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孙子的为人。李奔腾也找过我，他等着看你们魔晶死，等着给你们魔晶收尸呢。小王，你告诉他们，我是怎么给李奔腾回的话。我哥说，魔晶死了，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创业这回事儿了。魔晶死了，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创业这回事儿了。这是我的观点，我是真的希望帮助你们度过这个难关。然后呢，他把音乐传输、把视频传输给剔除了，
那你这么做，你告诉我，这次升级你打算升级什么？就这么个升级，你已经完全背离了我的构想。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同意。是你把我请过来的，你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那你直接让我滚蛋不就完了吗？罗维，你一定要坚持把音乐传输和视频传输写进去。如果要按照我的理念来升级的话，是的。如果不写，咱俩聊得简单一点吧。你到底是看不上我的理念，还是你没钱呢？别再争论了。郭青年，少数服从多数。罗维，你就把音乐传输和视频传输写进去，今天晚上必须完成测算。我们来保证流量，我们来筹钱。你凭什么答应罗维？现在我们需要罗维，我们必须妥协。钱去哪儿弄？我还有不到24个小时，我就要提交魔镜的升级版本，我还要交纳服务器的租金。就算罗维能做出来，你告诉我几千万去哪儿弄？筹不到钱，魔晶是不是必死无疑？那还用说吗？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筹不筹钱，我们要考虑的是向谁筹钱，筹多少钱，谁会答应我？你问我呀？放心，这个问题交给我，你跟我走。我在楼下等你。你要去哪？我去借钱。需要我一起去吗？不用了。我有点后悔。你知道错了吧？是你把人家给请过来的，总不能对人太不热情，这样大家心里都会怪怪的。大家都对他挺热情的，又不缺我一个。我就是觉得哪儿有问题。哪有问题？你可能还不太了解罗维，我跟他住过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俩不是一路人。打个比方啊，咱们小时候读书，书上都教人向善、扶持正义，对吧？我都信了，很多人都信了。可是罗维不信，他怀疑一切。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明白。你想不想听听别人是怎么看你俩的呀？你是个天才，很偏执，但失之于枯燥，有时候就会太过于专业，对用户而言就缺少亲和力。而罗维也是个天才，灵活丰富，他就是没立场，没立场就容易四处投靠，放弃原则。哎，你想过没有？要是你们俩能合作一把，那就真的是天下无敌了。只可惜啊，你们俩互不容忍。我们俩合作，天下无敌，这个说法挺有意思。郭新年找谁借钱去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找你们洛菲斯彭总借钱啊？即便向彭总开口，彭总也未必借。郭
霍云生也是靠艰苦创业才有今天的，所以他一向支持年轻人。WeCloud， 我们的云。事物缠身，就会三脉不通，六轮不转，无法采集天地之能量。小伙子，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放空一下，要不然等病找你的时候，一切就晚了。有没有兴趣跟我练练太极啊？霍云先生，他现在不是事无缠身，他已经是一头包了。你的魔晶我用过，很好用。上次论坛没时间细聊，很棒的软件。哦，谢谢谢谢。找我什么事情啊？我想做升级，需要租更大的服务器。缺钱。洛菲斯的第2笔投资款下个月第1周就会到位，到时候就能还给你。找我之前还找过谁？之前李奔腾找我谈过一次，他想收购魔晶，然后我拒绝了。拒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魔晶在我手里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我建议，你们还应该去找李奔腾。这钱他会借给你们的。如果这个时候我插一杠子，有点不讲道义。霍云先生，您倒是两边都不得罪，可没准魔晶就死了。你们就跟李奔腾说，找过我，借钱的事情我在考虑当中，其他的就不用管了。这样行吗？我刚才算过，魔晶气数未尽，命不该绝。这哪像个互联网巨头啊！整天修道成仙的，都走火入魔了。精神病院怎么不把他抓起来？你觉得你很正常吗？你知道第一次你来洛菲斯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看你的吗？觉得我很帅呗。这词儿跟你有关系吗？说说，怎么看我的？有人要给精神病院打电话，看看是不是有病人跑出来。哦，你觉得我不正常？那当然了。你跟卢卡穿着情侣装就上来了，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小心点。罗伟，有可能对不起了。让你帮了好几天的忙，还受了委屈。万一钱借不到，租不了服务器，明天时间一到，我一定会把你和何小芒的工钱给结了。没关系，我跟小芒不着急。谢谢。幸亏没把床垫底下的钱存回去，现在也就这点钱是咱自己的了。不好意思，刚才在开会，一直耽误到现在。老总，咱们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李总呢？他去香港处理事情了，估计下周末回来。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代问2位好。啊，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是来借钱的。魔晶马上要升级，我们要扩大流量，租赁服务器。洛菲斯的第2笔投资款要下个月初才到位，所以我们在资金上有点困难。这是项目报告书。好的，我知道了，我会转告李总。李秘书，魔晶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希望你能特事特办，马上联系李总。这样啊，那我问几个问题。这次升级的要点是什么？我们要把魔晶从单一的对讲机功能转变成大的综合性软件，形成服务性的基础构架。哦，需要多少钱？5000万。这笔钱属于什么性质？借款。谁来担保？股权质押。需要资金什么时候到位？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上午。这是一个意思。这笔钱虽然不多，董事会还是要通过一下，而且这么急的到款时间，不是很有把握。如果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建议你多想一些其他办法。李秘书，还有一件事儿，麻烦你务必转告一下李总。借钱的事儿，我们也找沃云先生谈过，他也正在考虑。你们那边怎么样啊？颇具成效，他们开发了新的功能，从单一的工具软件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服务性软件，初具规模。报告我会明天写好了，放到您的桌上。不用着急，我在英国开会呢，下周回来。希望魔晶好运吧。他们现在急需要钱，租赁服务器到软件的宣传，大概需要3500万到5000万。洛菲斯的第2笔款项要到下个月1号才能到账。可是他们现在就需要钱，明天。你说需要我做什么？他说明天就要用钱，需要我签字支付吗？可以吗？你说可以吗？你旁边还有没有人？没有。我要对董事会负责，财务总监也要对董事会负责。提前批钱属于违规操作。你以为我签了字，财务那儿就能出钱吗？你在洛菲斯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连规矩都不懂了吗？你怎么能提出来这种要求呢？可是您也知道捷讯和魔晶的渊源，捷讯就是抄袭魔晶的，这不公平。您自己也说了，魔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软件。我们如果现在见死不救的话，投下去的第1笔款可能也就泡汤了。我辞职是无所谓。但是您愿意看到一个好人倒霉，坏人得志，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就这样没了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呀？你说的对，如果魔晶投资出现问题了，你肯定要辞职，我也会受到牵连的。哎，你想过没有？要是我们违规操作，除了辞职之外，也永远不要在投行里混下去了。在商业上，唯一的道德就是赚钱，没有好坏是非。你去找过李本腾吗？他去香港了，秘书接待的我们，现在还没结论。没有结论就是结论。在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命运。魔晶死了，我很惋惜。
我确实帮不了你。现在你应该回去好好睡一觉，不要再管这件事了。喂，卧云先生，您这次可算的不对啊！李总根本就没搭理我们，只派了个秘书出来打太极。那小子太滑头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呀？洛菲斯是有钱，但是不能违规操作。我知道您不做通讯这一行，那要不这样，您做借款行不行？您先把钱借给他们，我来做担保。你担保？你担保什么？你担保官司一定能打赢？如果我们的法务去找洛菲斯的法务，要求做一份资金担保和还款协议，你告诉我行还是不行？恐怕不行，彭总不会答应的。你们自己选定的投资项目，你们不救，反倒让外面的公司来救，你觉得靠谱吗？魔晶是一匹黑马，总会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它过去如此，未来只会更精彩。做投资的只会选择投白马，没有投黑马的。你们是做投行的，难道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吗？反正我不管。你说李总会投资的，现在你出的主意也不灵啊。也未必吧，我算过，魔晶的气数未决，等着瞧吧，啊！你们都把我算到绝路上去了，还说气数未决，我他妈都死了180人。说，喂，老大，情况怎么样了？无可奉告。什么叫无可奉告啊？就是还要等是吗？那还要等多久啊？你跟老大说程序我已经写完了，别再让我改了。喂，挂了。哎，都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好不好？不是还有10几个小时呢吗？万一出现转机呢？现在我们把软件升级已经完成了，这叫做人事已尽，剩下的那就得看天意了。同志们，打起精神来跟我走！今天我请客，我们吃好喝好，然后去 K 歌，我们要欢乐通宵。马上的公路音乐时间交给李慧珍，一个久违了的声音，但是又在华语乐坛曾经红极一时，来分享她的。你要是嫌烦，我就把它关了。喂，不管心情再怎么不好，你别哭啊！我可是最不会安慰人的了。上次这么难受的时候，还是跟我前妻吵架，闹离婚被轰出来。那时候要过年了，下着大雪，我也没地方住，买了一床被褥就住到公司里去了，心里那叫一个难受啊！我就觉得我的生活要毁了。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放弃希望，我就总觉着我这辈子能干出点事儿。那现在呢？现在能怎么办？
现在我就想开着我的 Jeep， 扎进荒山野岭，把所有的烦心事都扔掉。我觉得我的家就不在城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而且你真的很坚持啊。坚持有时候就是一种无奈，是你没得选择。对不起啊，连累你了。你连累我什么呀？你不说魔晶软件投资要是出了问题，你就得辞职吗？嗨，我这个好办，我就算离了洛菲斯，我一样能找得到工作，而且吧，我也没什么野心，一个月挣个2、3万就够了。但是你啊，万一魔晶真的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这就开始讨论后事了。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你知道微软剽窃的事情吗？乔布斯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很成功了。比尔盖茨他妈就是 IBM 的总监，家世显赫。乔布斯当时就是个穷小子，他做了一款电脑界面，请比尔盖茨来看，本想借着这次机会融资。比尔盖茨看完屁都没放就走了。几个月以后 ，Windows 系统发布，乔布斯才发现，原来比尔盖茨完全抄袭了他的概念。那有什么办法呀？你又没证据，这事儿就夭折了。这是真的吗？对呀，这俩人是死对头，所以后来乔布斯创造苹果系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跟微软反着来。微软的关闭键在右上角，苹果偏偏跑到左上角，并不是说乔布斯要叛逆，他就是要做给比尔盖茨看。这俩人啊，掐了一辈子，直到后来我们乔布斯老哥们儿要挂了，比尔盖茨来看他，你知道怎么着？乔布斯对过去的事儿只字未提，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两位大神往那一坐，就是畅想了一下互联网的未来。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你说乔布斯这样的人生，是幸福啊，还是不幸福？我第一次读乔布斯传的时候，热血沸腾，我一晚上没睡着。后来我就得出一结论：不管他这辈子幸不幸福，都值。我也要像他一样，不管我这辈子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必须有所作为。喝口水吧，难得回趟家，你高兴一点。纳兰姑娘，今天你们回家吃饭啊，事先也没打招呼，阿姨也没什么准备，随便做了几个菜，你别介意哈。这已经很好了，比我平时吃的好多了。今年叫你爸吃饭。行了行了，我去叫。叔叔，叔叔，阿姨叫吃饭呢。好，哎呦，我说，你把他上回带来那大虾做了。已经做好了，这就对了，让他赶紧吃，我怕他以后啊再也吃不着喽。又来了，怎么我就又吃不着了？
今儿你一进家门，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又不问您借钱，咯噔什么咯噔？我是你爸，就你这张脸，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你看看你现在这表情，跟你过去每次回家是一模一样。说吧，这回又欠人家多少钱？爸，别怼我了行吗？我今天心情不太好。老头子，我警告你啊，今天不许说儿子。吃饭，吃饭，来吃饭。是吧？啊，刚才姑娘说了，人家19岁啊就去英国留学了，父母也舍得，孩子也争气。哎呀，那也没有我儿子争气。我儿子19岁那年高考啊没考上，转头就奔了河南少林寺了，头发都剃了，就差拿那香头啊点那6个点儿了。幸亏我及时赶到，要不然现在啊四大皆空喽。真的假的呀？我真希望我能四大皆空，可我俗啊。真的，我考了3年才考上大学。就你那样能考上？整天在家呀，练鹰爪功，练铁布衫，胸口碎大石。哎，老头子，你再说我儿子跟你急啊！好。郭新年，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19岁那一年就可以给自己做主了。我19岁那一年啊，可没像阿姨说的这么好。之前那一年，我得了抑郁症。抑郁症？那时候啊，我只要在班上看见有2个女孩说话，我就觉得她们在笑话我。只要有人穿的比我好看，我就要找小剪刀拼命想把她裙子给剪碎了。有人成绩比我好吧，我就跑到老师那儿，跟老师说他是作弊的。还有一回，有个男同学追我，给我写了个情书。猜怎么着？我当着全班的面，在班会上把它念出来了。哎呦！之后没办法，我就只能休学1年。接着我爸妈就把我送出国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嫌我丢人吧。我觉得我自己被抛弃了。也不能这么说，没有父母啊，要抛弃自己的孩子，主要原因呀，就是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你看啊，我跟我儿子关系也没处好。爸，求你了，你让我把话说完，要不然我对人家姑娘不礼貌。我一看见他呀，我就笑话他，我就拿话损他，拿话怼他。主要原因就是他想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做不成吧，我也急；做成了吧，我还急。为什么呀？因为他比他爸爸都有本事了呀。哎呀，细想啊，我这父亲做的不合格。敬您一杯。干了，干了。还没来电话吗？
来了，我刚没跟你说，他们一会儿就把支票送过来，5000万现金。真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呀？这时候开这种玩笑很残酷啊。笑总比哭好吧，有点娱乐精神。还有11个小时，回去等吧。那我先送你回家。那我还得准备半夜被你的电话吵醒，算了吧，我跟你一起回公司。你爸人真好。你面子真大，从小到大头一回对我这么好。那你记住，下次回家一定要叫上我。你的意见呢？都有机会，也都有风险。你投一个，我选另一个。是吗？魔晶一旦救活，前途无量。捷讯呢，这个平台是太好了，现在又创办研发中心，这一招气高，其实他才是秃鹫，只等着人死了下来吃肉。你真的觉得魔晶能活下去吗？但我对京城也没信心。投项目也是投人，京城还是有点玩闹的意思，我拿不定主意。不管怎么样，移动互联网的革命已经开始了。